朋友们好，我是石头，大家还记得吧？在年前，我在半山腰拍了一栋房子，当天是杭州的大哥带着他的老父亲，大概1000多公里开车过来看了那栋半山腰的房子。视频发出来之后啊，几千条评论留言，很多人都想买这样的房子，用来隐居养老。所以基本上这段时间啊，每天都会在私信里面收到很多留言，大家都想找一些几乎山顶啊或者半山腰一些房子，一些闲置房，把它买下来，通过改造，最后在这边用来养老。那为了满足大家，今天我们就来到大山里面来看一座房子。那这座房子呢，也是很简陋，长时间没有住人，房子破损的也是比较严重，但是这栋房子啊也是可以卖的，地理位置也是非常不错。接下来我们从整栋房子刚刚入口的位置给大家一镜到底来拍，给大家做一个介绍。我刚刚在村里面转了一圈，整个村子里面有10多户人家，有砖房有木房。这是进村的马路，大概宽5米左右，水泥路面。那我感觉这栋房子可能没有去年我们看的那栋房子环境这么好，但是也不会差得太多。我们来看一下，整个寨子啊是建在半山腰之上，那边是有2户人家，在那背后啊还在建房子。那我们要去看的这栋房子呢，就在镜头的前方，算是一栋独门独院的房子。房子的背后啊是一条进村的马路，这边是可以把车子直接开到院坝的。房子的旁边，也就是左手边有一块菜地，当然现在没有种，已经荒了。在底下有些稻田，我们慢慢的走进去给大家看一下。在这边啊，我还发现了一个特别有趣的现象，这些房子啊基本上是怎么说呢？有句话说的，人鬼同住。什么呢？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背后啊，就有1、2、3、4座坟墓，这边还有一座坟墓。我发现整个寨子好像都是这个样子的，好多房子的周边啊都是坟墓，不知道什么原因啊。这是一个土家族的村子啊，在我们苗族好像没有这样的现象，他们这边就不懂了，喜欢把坟墓呢直接是葬在房子的边上，那边还立着碑呢。所以说胆子小的一些朋友啊，可能还不敢在这边居住呢。实际上这栋房子的视野啊，包括地理位置都挺不错的。这边距离县城有25公里，距离镇上有10公里，交通也是挺便利的。基本上在这边生活啊，要买一些日常生活用品都会去镇上，都可以买得到。而且这边的村民啊也挺淳朴的，家家户户啊都养着鸡鸭，还养猪呢。自己种些稻田，吃的都是绿色无公害的食品。我们可以看一下这栋房子的背后啊，是有一小块菜地的，还种着菜呢。当然这也是邻居家种的。现在啊，这栋房子是没人居住，房子已经闲置了很长时间了。里面种的有些萝卜呢、莴笋，还有大白菜。到清明啊，这些坟墓应该还会有人过来祭拜的。真的是，想不通这个什么原因。那这边的地大概也有2、3分左右吧，把它清理出来，种点菜还是挺不错的。要是独门独院的一栋房子，距离邻居太远，那可能真的不敢住。但是这边邻居那么多，好像也不用担心啊。这是邻居家在这边育苗，应该是一些桃树苗吧。
全部围起来了，防止一些鸡鸭可以爬进去。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这栋房子的前面，这是整个院坝，大概有80来个平方左右，做了一个简单的水泥硬化。在门口是有一棵梨子树的，地理位置很高。我们先走到院坝这块区域来看一下，底下有稻田，当然现在田里面是没有水，在那边还有些土。只要清明左右就会下雨，这些稻田啊都会把它全部耕出来，要种上稻谷的。这边的地理位置很高啊，一眼可以看到对面的大山。当然今天有点雾蒙蒙的，看不太清楚。几乎是建在山顶之上的一栋房子了。那边有些土，种的有些菜。这边好像也是一棵李子树吧？这是一棵我认识茶油。我们这边啊油茶树，每年都会结籽的。房子的右手边是有一棵野板栗的，就是那一棵。这边是有一座土坎，大概有高3到4米左右。他们家的厢房是从这边走进去的。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楼层高度有4米左右，开间也是4米左右，挺宽的。2楼是堆放杂物，1楼是住人的。房子很简陋，基本上没有任何的装修，只是用一些墙板把它隔开了，里面可以住人。但是整个房子里面是做了水泥的硬化，打扫一下，如果不太讲究也是可以住人的。当然我觉得这么好的地理环境还是需要好好的去弄一下，好好的装修一下，住着啊会更舒服一些。主要是门口的视野特别好，挺安静，距离邻居家也有好几十米，不会有人打扰自己的生活。转一圈，我们也是无法进去的，因为这边是没有钥匙啊。这户主人家都是在外地务工，只有通过他的邻居找到了号码，和他谈了一下，房子他准备想出售了，因为在城里面也买了房，这栋房子啊再保留下来没人管理，最后啊也是倒塌，所以说他想把房子出售了，以后可能就不想回来了。那你们觉得这栋房子究竟怎么样啊，朋友们？这边是通水通电还通网络，喝的也是自来水。这处厢房也是他们家的旱厕吧，从这里面进去我们就不去看了，基本上这边就没有空余的地了，只有房子的左手边是有一块空地的。这栋房子也是单挑手啊，双挑手呢，2块挑手，和我们家的那个房子差不多，但是楼层高度没有我们家那么高。房子整体的结构倒是挺不错的，也是一栋5住9的房子，进深大概有8米到9米，里面是有5个房间，1个客厅，加上一个偏房，可利用的空间还是挺宽的。这栋房子啊，每几年都来检修一次，所以说房子虽然没有住人，但是整体保持的还是挺好的。房子的大门，也就是这块区域是没有装修的，只是用板子把它稍微隔住了一下。从这个位置我们可以仔细看一下，这栋房子它的领子还是有点坏掉了。堂屋正门口的这块区域
它是有点往下沉的，说明啊这些领子可能是其中的一根已经是断掉了，挺可惜的。但是这栋房子我感觉要比我们河边改造的那栋房子整体情况要好了许多。当然改造的难度估计也不会特别小，因为要想达到一个理想的状态，估计还是要花费不少的一个成本。我前前后后仔细看了一下这栋房子，我觉得它的改造难度应该要比我们河边那栋房子要小一些。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栋房子大部分的地方都还是挺好的，只是它的2楼啊没装修好，这些墙板啊，当然有些地方是要换掉。这边最大的好处是可以通车，所有的材料可以拉到院子里面，这样子啊就节省了不少的人工费用。其实这些木房子啊，看着挺黑的，通过打磨了之后重新上漆，这些木头就会发亮，也挺好看的。大家还记得我们改造河边的那栋房子吗？之前我们来的时候整体的结构还没这么好呢。这栋房子背后是重新加了一个偏房，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本来啊这栋房子的整个屋檐滴水就是在这个位置的，后面是重新加了，大概加了2米多，接近3米左右，把整栋房子的进深加宽了这么多，所以房子也是比较大，多出了几个房间。大家都比较好奇啊，我在这边拍视频，问我在干嘛呢？实际上这样的情况我是遇见的比较多，所以我都会把我的来意告诉大家，大家也都挺理解的。毕竟啊，在农村里面闲置的房子这么多，通过我的视频，把很多房子都找到了它新的主人，不至于啊让这样的老房子最后坍塌倒下。确实为大家也做了一些好事吧，所以我走进村子里面，大家都挺热心的。视频的最后啊，我们站在院坝，再来环视一下四周的环境，视野真的很好。我得再想了，到了傍晚，买上一个躺椅，就在这个角落，静静地看着远方，喝着茶，静坐冥思，挺好，挺安静。当然，一定要静得下心的朋友，才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不对？好了，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分享到这里。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